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有没有想过，在恋情中，自己是不是个有毒的人？我们可能都认识很难相处的人，他们喜欢冲突和戏剧性事件，给自己和周围人制造麻烦。承认自己有毒需要勇气，但更有勇气的是，采取必要的步骤，写下自己犯的错误，挑战自己，成为更好的人。这也是想提升自己的心态，是个很大的飞跃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特质。所以，如果小伙伴有兴趣在生活中做出积极改变，就来看看6个如何不成为一个有毒的人的建议吧。1. 审视自我。摆脱有毒的第一步是承认自己的某些特质可能是有毒的，他们不一定能定义一个人，但这些行为在一个人过去的互动中不止一次出现过。如果是那种总是坚持正确的人，那种不能忍受挑战的人，或者是那种动不动就冒犯别人的人，也许是时候检查一下自己了。傲慢和谦逊不足是有毒的人的重要迹象，他们表明这个人缺乏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灵活性。放下自己的自我并不容易，但需要接受自己可能不总是对的这个想法，试着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，并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。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成功人士和招人喜欢的人的一个关键特征。2. 不要考验别人。有没有小伙伴经常会挑战身边的人来考验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度？如果这样做了，那是时候重新考量自己的方法了。考验别人是一种试图控制周围情况的有害方式，无论是通过最后通牒问轨迹性的问题，还是对自己的伴侣进行虚假的诱惑。考验别人可能一开始会让自己感到安心，但会让身边的人疲惫，它是不真诚、不安全、缺乏信任的表现。如果想建立健康持久的恋情，真诚地表达的意图是很重要的。试着建立信任，与他人开诚布公的交流，通过晒出自己的脆弱来表现自己的信任，这样就不会对别人有太高的期望，而是培养一种更健康的恋情，创造双方的信任。3. 不要八卦。发现自己经常八卦吗？八卦可能看起来很有趣，很吸引人，但这不是建立融洽关系的最佳方式。当一个人八卦的时候，是在诋毁别人来让自己感觉更好，这当然也不会对自己的形象有任何好处。没有人想被贴上八卦的标签，八卦不仅会伤害被八卦的人，也会显示出八卦别人的人不够成熟。能够成熟地谈论一些不涉及贬低别人的事是很重要的。4. 不要当受气包。尊重别人和当受气包是有很大区别的。做受气包时，不会为自己挺身而出，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，这不仅能表现出一个人缺乏自尊，还有可能会被别人利用，让别人随意欺负。另一方面，尊重别人也并不意味着必须同意别人说的每件事，还是可以正常表达自己观点的。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为自己辩护，但是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，试着冷静地表达自己，不要贬低别人。5. 不要控制别人的心态。有没有小伙伴经常告诉别人要冷静、放松，或者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？虽然告诉别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，听起来很理性，但试图控制别人的情绪反应，可能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行为，因为这是一种试图无效化别人情绪的行为，在听起来理性的幌子下，这些措辞会扼杀一场充满感情的谈话，进一步疏远与自己交谈的人。与其试图控制别人的感受，不如认可他们的情绪，并提供安慰和情感支持。这样做可以大大加强你和小伙伴们之间的联系。最后一点，6. 不要回避或拖延困难的谈话。想想看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一直想和朋友或伴侣说的，但一直在拖延，因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或时机不对。冲突会让人不舒服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因为身处困境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如果想拥有一段健康而成功的恋情，能够坦诚地彼此交流是很重要的。这包括进行艰难的对话。回避困难的对话只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怨恨。从长远来看，不去解决这些负面情绪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，所以一旦它们出现，就尽快解决是很重要的。
改变自己的行为是很困难的，特别是如果已经有这些行为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但重要的是要记住，改变总是可能的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都会经历新事物，带来更多的记忆，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。为什么要让不那么好的习惯找到自己呢？有没有小伙伴真的能做到这些？我承认我可以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知道，并把影片分享给其他可能从中受益的小伙伴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